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线上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第3章讲三反五反运动。那么今天呢是三反五反运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课。那么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大概的过程、发起原因。那么运动到底是怎么结束的？当然一场运动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但是中共发起了政治运动，通常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以及如何结束？我们通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可以看出来。那么话说五反运动，因为它涉及到的基本上都是工商资产阶级，它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当然就是经济上的大滑坡。在五反运动期间，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大量的工商业户你想被批斗嘛，所以停业、半停业。另外呢，地方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也纷纷的推迟，连军事订货都受到冲击。也导致了国家的税收的减少，失业的增加。根据人民银行统计，在五反运动期间，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的税收减少了，足足减少了50%，减半。那么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业户，光天津市就有400家工商户歇业，那五反斗他们嘛，他们就没法开工了嘛，这个影响了上万人的生计，所以你的这个什么能够遏制住集权国家的政治运动？那就是这种东西才能够遏制。你可以搞政治运动啊，那你还吃不吃饭，对吧？就这个问题。那么地方上的那些大员们纷纷受不了了，因为他是地方上大员，要负责当地的这个民生嘛。你比如说，当时在西南地区主持工作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就2月22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提到了情况，说我们这边资本家不开工，然后人民失业。他说，你说重庆有一个区，这个区呢2万人基本上已经吃不饱饭了，到了无食或者缺食的这个地步了。那么当然不仅是邓小平其他的一些地方把这些情况都纷纷的向中央反映，可以说是地方上相当的这个不满啊。那另外呢，你比如说上海，这是个主要的城市，像上海的著名的食品企业，现在应该还在，还有冠生园。上海冠生园的这个老板叫县冠生。县冠生呢，可以说他是从做陈皮梅起家的这个现在的还流行的这种零食，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把工厂做大，所以他一向是省吃俭用的，有钱他就投进再生产发展事业。他连女儿生活困难他都没有余钱去帮助，只能靠自己去向外借债。结果三反五反运动一来，导致冠生园的糖果、饼干、韭菜生意都大受影响，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像冠生园这样的大企业，2月份下半月开始就提前工资。后来这个老板县冠生这后来也是有名的他那时候就67岁了，又有高血压呀等等。他后来在家休养了7、8年的时间，在五反运动中还是被工人从家里揪出来，逼他发工资。他被关在公司办公楼上45个小时去斗他，然后税务局又上门催他缴这个税款。他后来县冠生也是被迫自杀。那整个的这个冠生园的这个企业几乎就垮掉了。你知道这样的企业老板自杀垮掉，那些员工怎么办，对吧？你再比如上海家用化工业工会，他们有个统计，整个这个产业有244家企业，资产总值最多大概到了750亿元人民币。结果五反运动中确认，仅仅这个产业内部的重点企业的所谓的被迫的冤枉的违法总额，一共750亿元的产业总值，说违法的总额达600亿元，占到了总资产的80%以上。那而且这些钱都被政府要求限期退款。很多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无法经营，就把这个企业干什么呢？决定公私合营，就交给政府了，企业家就不去经营了。那政府一时也接受不下来。要知道，所有的这些这个运动中打出来的这些所谓的违法金额，其实都是工商业者迫于压力胡乱编造的。著名的这个国史专家杨奎松，他也有个研究，他说有一些资本家呢认为说，反正今后这个政府也得把我们的这个厂子给没收，今后只有公私合营，所以坦白的多一点也无所谓。有些资本家为了求这个在斗争中运动中过关，
就是决定就是甭管你诬陷我贪污了多少钱，我先承认了再说啊，然后听候政府处理。还有一些小工商户，这些小工商户你知道他根本不记账的，他不记账怎么办？只能乱编。你比如说被迫交代所谓贪污数字的时候，有一个商人，一个卖馒头的商人，他光卖馒头，他就说我没有记账啊，那我只好就胡扯。那他说那我干脆就说我每天逃税10000元好了，自己给自己瞎编了一个，说自己每天逃税1万。还有一个人呢卖大米，他就说他说今天呢是这个大会的最后一天机会了，对吧？你这个我还是过不了关，他说我就再加4000斤米吧，就把自己的逃税金额就自己随便又再加个4000斤。就整个运动中这种随口编造的数字，后来都列入了无反运动的成绩。这个成绩是吧？你报到中央看一看，都知道这根本就是瞎编的，这个运动就根本搞不下去了。那么，针对这个运动导致的经济滑坡，为了稳定这个国内局势，毛泽东只好决定调整运动节奏。其实呢，就是运动要慢慢停止了。那时候他专门规定说，上海暂时不再发动无反运动。县以下的单位的无反运动说推迟到春耕以后，那一推迟后来就没有了。所以经过这1个月的整顿以后啊，那么经过整顿，各地包括上海再重新开展所谓的无反运动。但是这个时候强弩之末啊，无反运动的情形跟以前就大大不同了，从打击资产阶级工商业，慢慢的改为安抚他们。这就是共产党惯用的招数，先打，然后安抚。安抚好了之后啊，你以后就知道会再打的，但是也会经过一段安抚阶段。就像现在习近平对一些产业、对私营民营企业家现在又开始安抚了，一模一样的套路。共产党的这个套路从建国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变过。你比如说3月5号呢，毛泽东就批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北京市委关于无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把这个文件给批发给各地，规定说，对工商户的处理要掌握一个原则，叫做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就是过去已经贪污了就算了，以后再贪污可不行了啊！你听听像不像今天的反腐？另外呢，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大多数就算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那工业更重要哈，所以就工业就从宽。另外，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开始定了这么样的规矩，这就是明显整个运动开始缓和下来了。同时也规定，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一级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把这个权限开始向上收，还规定不能随便抓人审讯。那你看，毛的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要开始缩小打击面，而且要注意政治影响。薄一波后来提到一个小例子，他说这一阶段上海的无反斗争是从3月25号开始的。他说当时啊，挺有意思一件事，荣毅仁大家都知道是谁。他说荣先生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户。那么在无反运动中呢，当然也发现荣家也有问题。那么荣家有问题，那把荣毅仁画成什么？对吧？荣毅仁还是红色资本家。薄一波说我和陈毅啊反复商量，陈毅的意见是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比较好，要定为基本守法户啊。薄一波说我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呢又传给毛泽东，让毛泽东看了报告呢就说，哎呀，说何必那么小气呢？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吧。这个守不守法，完全就是他们几个人自己拍板定的。荣毅仁的企业被发现了偷税漏税，然后陈毅说：“哎呀，是自己人嘛，就划为基本守法户。”那到了毛泽东说：“咱们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吧。”你这里就可以看出啊，划成分、定这个性质，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严格的标准，一切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政治需要。更可以看出的是，毛泽东现在已经达到政治目的了之后，他就认为可以放松一些了。松弛相间啊，这一紧一松，一直是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基本手法。所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在5月的中旬下令各地都降低退款数额，原来要求你退100万，现在退50万就好了。
而且把退款的期限也推迟了，推迟到90月份。上海就明文规定说，虽然打出了违法金额10万亿，打出这么多违法金额，但是呢，最后只核定4万亿需要退还啊，那6万亿就不追了，其实那都是冤枉的啊。这样无反运动基本上到了5月份下旬，大抵就结束了。5月20号，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无反斗争胜利结束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宣布所有尚未进行无反的中小城市和集镇一律在目前不再另行开展无法斗争了。这个文件代表着整个无反运动正式就这么结束了。但是结束了造成的代价还是非常大的。到了这一年的10月25号，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份关于结束无反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就说，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就是仅就这5大区啊，参加无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是999707户，将近100万户。受到刑事处分的1509人，判死刑死缓的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当然了，这个数字我要强调，没有包括自杀的人数。而我再强调一遍，在自杀这个部分，仅仅是上海在无反运动期间到4月中旬，222个资本家自杀，判死刑的这个19人，但实际上自杀的有222个，都是被逼死的。这仅是上海啊，全国的自杀总数不难想象，我估计一定是个十百位哈，这个个十百千，一定是上千几千人资本家自杀，至此无反运动结束。好，我们对无反运动做一个总结。3反无反运动造成的最主要的社会效果，对整个中国这个社会的效果，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没了，团灭了，整个中国工商资产阶级不存在了。这就是3反运动、无反运动最大的社会效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消灭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中共的目的。毛泽东始终是没有忘记这个目的。1953年6月15号，毛泽东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召开财经会议的主题。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看作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是犯错误。这就是我所说的原教旨。中共的原教旨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工商阶级看作是敌对的阶级。我觉得这一点到习近平这边都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即使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内心还是当做敌对阶级的，只不过是要利用。所有今天中国那些有钱人，你要想一想，在中共的心目中，毛早就给定了基调，只要你有钱，你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敌人。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么1956年2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叫工商业改造。工商业改造紧接着无反运动而来，就是收摊结尾。这个决议对3反无反运动的评价就说作为一个阶级来讲，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这句话就把整个无反运动完全给总结出来了，就是他自己都讲，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经被国家压倒了啊，总结得很到位啊。薄一波也认为，无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不能照旧存在下去了，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反运动，这薄一波的原话啊，无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最重要的步骤。经过3反无反运动，政府回收了大量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就是抢劫呀，对吧？这以政治运动、经济反腐之名实行的是抢劫财产的这个实际的后果，回收了大量资产，等于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再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把私有财产收归国有。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迫大笔退款的工商企业，
他们的生产资产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公私合营一条路可以走。这样，事情到了1954年开始工商业改造，全面的国有化。54年1月4号，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还有关于有步骤的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2份文件，全面工商企业国有化随即展开。这是1954年1月，10个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公私合营，就要收回了。1955年的11月16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各省、自治区和人口满5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议草案，正式宣布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大家原来是在私营企业中实行国家下指标、国家加工订货，现在改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的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进一步的推进到一切重要的行业分别在各地区中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就是等于在全国把原来的私营企业强行的公私合营公股入股。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国家入股民营企业，一模一样。这是1954年，现在是2024年，差了多少年？70年，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今天做的事情就是当年五反运动之后的公私合营浪潮，就是国家入股。1956年1月2号，上海50万人举行游行，庆祝上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建国，还说要用长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结果才5年，上海50万人游行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1月2号，1月15号，北京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城楼，庆祝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至此，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彻底被消灭。整个的中国私营资本从民国清末开始建造，民国发展，到了中共建国不到5年，整个的资本主义完全被消灭了。此外要提到一点，在建国初期面临朝鲜战争，国家需要重大开支的情况下，三反五反运动当然某种程度也起到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作用。另外呢，我要特别指出，就是跟五反运动主要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同的是，三反运动我们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主要就是清洗各级政权内部。有作者认为，三反是建国以后中共发动的第一次完全针对党内的政治清洗运动，清理干部队伍。据后来披露出来的史料1951年12月14号，毛泽东在一份报告，就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给毛泽东并党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毛泽东的批语说，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审查干部、整党运动的开始和过去清理中层干部的继续和深入。所以根据中央这样的定性地方上在三反运动中，各级运动领导机关制定了具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措施。你比如说苏北地区曾经在三反运动中就发出关于把三反运动跟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中必须将干部所有的坦白材料、检举材料都要汇整。那么在这种运动中，优秀分子提拔不积极的分子就给踢出去了。通过经济上的反腐运动，把不忠诚的党员干部清洗出去，并且通过这场运动补充心血，锻炼原来的干部，这也是中共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个根本的用意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三反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先奏，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当然我们留个思考题就是毛泽东发动五反到底是不是有计划进行的？这个时候他头脑中已经规划了几年后就要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吗？就49年他就打算干这件事吗？还是说五反只是因为三反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的问题，让毛对资产阶级有了警惕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也没有固定答案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后
包括在反右运动中也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呢，都需要更深入的思考。那么关于三反五反运动哈，我们6节课大概就介绍完了啊。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欢迎大家哈在这个留言区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探讨。我在这里要特别的通知一下哈，就是我们这节课跟第一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会有一个区别哈，就是我们会开始一些讨论课。我的现在的初步想法是通过 Zoom 的方式，我到时候会在我的脸书、推特、IG 啊、飞飞和其他的这些社区媒体上会发布这个 Zoom 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上来。我目前想第一节讨论课哈，回过头来讨论中共建国以后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时候，192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批有理想的这个文学青年、知识青年组成的，包括毛泽东在内。换句话说，你不能否定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它的这个党的成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带着一些理念和理想的。那这个党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了一个独裁专制的党？这个党原先也是说希望中国有民主、有自由来建立的，当初是个有理念领先的这么一个党。当然，它后来从建国你会看得出来哈，一直到三反五反，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独裁专制，变成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个过程之间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共产党的变质？我希望专门用1节课的时间，在Zoom会议上听听大家的意见，也说说我的看法。那当然了，我还就这个问题还会专门再发通知，请大家也关注我的这个推特啊、脸书啊这些平台。我们下一节课哈，我们会专门找个时间，到时候看看哪个时间，尽量找个，因为全世界各地的都有听的嘛，所以我们尽量找个大概的时间，应该还是找一个晚上11点，台北时间晚上11点的时间，我们通过Zoom链接来进行一个类似 seminar 这样的一个讨论。希望就是也欢迎大家能够多来参加这个讨论哈，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参加哈，但是希望能够听听大家的意见。那么我也会谈谈我对这个党是到底怎么开始变质的，一系列我们进行一些深入的理论的探讨。我们这节课将不光只是向大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还希望让大家从了解到理解。那么未来都会不断的开这种 seminar， 开这种Zoom的线上的讨论会，就是希望让大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仅能有了解，而且能有理解。好，那今天课到这儿，谢谢大家。